这小婉儿，刚才真是太惊险了。我听燕离说，那个李四清极不好惹，万一他到圣上面前参你一本的话，你以后在刑部就不能自由行走了。咱们以后还是避着他点吧。我是该更谨慎些，以后不能再拉着你和燕离分险了。从前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，为别人考虑的太少，今后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。我哪有那么容易被你连累啊？再说，我心甘情愿被你连累，可我心里难受。小婉儿，自从我第一天认识你起，我就知道你与寻常女子不同。我只愿你永远不必瞻前顾后，永远阔步向前。若你怕连累我就束手束脚的话，那才是真的辜负了我一片真心呢。哎呀，我能说出这番话来，真是世间难寻的好友。灵儿，其实我不是秦婉，我是沈毅的女儿，沈婉。那七哥，他早就知道了。我隐瞒身份，就是为了帮我爹伸冤。你疯了？这种事能随便说出来吗？因为你真诚待我，所以我不想瞒你。那我也不想知道这么大的秘密啊。保守秘密很累的。再说了，你姓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换个姓，你就不是你了吗？我还是我，你一开始认识的就是我。那不就得了？我就当没有听到过这件事。从今往后，咱们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就看在是你父亲是个好官的份上，我就不埋怨你告诉我这个秘密了。那燕离，你不许告诉他，万一他哪天喝醉不小心说出去怎么办？那我再跟你说个秘密。其实啊，我比你大。秦小婉儿，你瞒了我那么久，怎么回事啊你？撤！兵部想将责任推到那几个转运使的身上，成王署理兵部，这多半是他的意思。立刻传讯各组，查一查朔溪军内是何人与西北路转运使司的人有交往，想找只替罪羊混过去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主子怀疑朔溪军内有内奸？若没有内奸，就凭那几个转运使，如何能把发了霉的粮食运进朔溪军的粮草？那此事可要知会了王爷。父王把麾下的兵都视作兄弟子侄，若是告诉他我要内查朔溪军，你觉得他是会信我，还是会骂我急功近利，自毁长城？主子，去吧，为了朔溪军的兄弟和边境的百姓，做好我们该做的事。是。胡德全是负责采兵和治兵的，平日里就住在后院替酒楼看守兵窖，没成想竟被活活冻死在冰窖里。现场可有被人动过？没有。醉仙楼掌柜的发现死者后，第一时间报了案，期间并未有人进入。你们来的时候，这冰窖的第一道大门就是开着的。是。快，把这个脚印踏下来。这难道是死者的脚印？不，根据死者的衣服，还有鞋后跟的土痕，
行凶人应是将死者在外杀死后拖进来的。第一进大门开的时间较久，门口的冰有些融化成水渍，所以行凶人鞋底的土成了泥，沿路都留下脚印。可是因为他是倒腿拖死者入内，脚印便被死者的身体擦掉。到此处时，行凶人脚底的泥已所剩无几。他将死者放下后，出于某种原因，死者的身体恰好遮住了脚印，行凶人才未能发现。之后，行凶人脱去鞋子，赤脚离开冰窖。就不告诉你，我们小婉儿可是家学渊博。寒冰之刑，果然是按照7重地狱逐层排下来的。郡主，可是未曾见有黑色无意花图案。关上冰窖大门。关门。是六亲不认之人。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宁儿，你和燕离去查问一下死者与亲朋好友的关系。遵命。到他们，哎呦，吓都吓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给我次机会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想要吗？想。谁若老实按我说的做，这些金子就是谁的。哎，都回去站好，站好。第一个问题，谁认识吴家四公子吴谦的？向前一步。我认识，我熟悉的，我认识。我警告你们啊，若是谁不认识装认识，后果只能挨鞭子。这就对了嘛。第二个问题，认识赵家许的，向前一步。就是给那种桃花赎身那个人。对。那我认识，我也认识。很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谁认识胡德全的？向前一步。其他人先走吧，你们三个留下。走吧，走吧。咱们聊聊，还有谁跟你们打听过这次？水。
给我也来一口。我怎么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别恶心我！你对我做了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灌醉？你要图谋不轨！天地良心，到底是谁图谋不轨啊？来，干了这杯！从此江湖上就流传着我们永离神探的传说。干！啊？什么永离？你要叫永不离？不离。行，干了就是永不离。你要是不干，就是永离。行，干！干！夏丽仔，我跟你说，其实除了小婉儿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。那是，这个我知道。还有，我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你要不要考虑嫁给我？我好难受，快帮我拍拍背。永离，这么难听的名字我都想得出来，果然是喝多了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啊？我记得什么呀？我就记得昨天头晕的要死。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就可以骗我了。我眼睛里揉不下沙子。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我才亏大了。你别胡说了。占了便宜不承认是吧？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回宫，去见太后还有大长公主，就说昨夜你和我一起外宿，让长辈们给我们评评理。你若敢说出去半个字，小心你厚此不保。小婉儿要是问起昨晚的事，你就说我们昨夜一直在查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还有，昨晚的事，你必须全都忘记掉，以后想都不许再想。小宁儿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我若真忘了，就没得可想了。若是不许我想，那就不必忘了。哎呦，二位昨夜玩得很是尽兴啊！不如昨夜的银子先结了吧？给钱。钱呢？难怪他会认这天道不公。婉儿，
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你适才可是想起了沈公的冤屈？是。一想到朝堂之上，还有和父亲同样命不义的父亲和沈公不一样，他虽不是主犯，但也确实手脚不干净，叛斩不远。是啊，宁不义若想追求真正的公道，就该想办法令誉王认罪伏法，而不是用普通民众的性命以泄己私愤。我错了。你没有错，你只是太过于善良，有己其人而已。错就是错，你不用安慰我。推案时，随即以己夺人，我没有看完案卷便往下定论，还将自己的心绪泄露人前，确实错了。郑福英和展阳虽不是多嘴之人，但日后在他们面前言语还是小心为上。多谢你直言提醒，得此前夫，三生有幸。